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开学典礼上，校长林志华拿着话筒，声音洪亮地宣布，为了学校的长远发展，节省不必要的开支，现决定开除52岁老教师方维国，每年可为学校省下8万元工资和各项福利。台下学生一片哗然，议论声四起。方维国坐在教师席的最后一排，神色平静地整理着手中的教案。听到自己的名字，他缓缓抬起头，目光穿过人群，直直地看着台上得意洋洋的林志华。林校长。方维国站起身来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却清楚地传遍整个礼堂。恐怕真正要离职的人是你。整个礼堂瞬间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事情要从2个月前说起。那天下午，方维国正在高3、2班讲中国近代史，粉笔在黑板上飞舞着，学生们听得入神。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，更是制度上的。教室门突然被推开，林志华带着几个年轻老师走了进来。方老师，林志华打断了他的讲课，我需要和你谈谈。学生们纷纷回头，教室里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。方维国放下粉笔，校长，我正在上课。上课？林志华冷笑一声，方老师，你的课堂效率实在是让人担忧啊！同样的内容，年轻老师半节课就能讲完，你却要用1整节课。台下的学生不约而同地皱起眉头。班长李小文忍不住站起来，校长，方老师讲得很好，我们都喜欢听他的课。坐下。林志华瞪了李小文一眼，学生懂什么？效率就是一切。方老师，从下周开始，你的历史课减少到每周2节，其余时间去教政治课。方维国眉头轻皱，校长，我教了20年历史，对政治课怎么不愿意？林志华步步紧逼，方老师，你今年都52了。还这么挑3拣4的，能给你安排课已经不错了。教室里的学生们面面相觑，有几个女生的眼圈都红了。方维国深深地看了校长一眼，最终点头，好，我服从安排。1周后，方维国开始教政治课。第1天，他就遇到了麻烦。高1、3班，全校最调皮的班级。方维国刚走进教室，就听到有学生在后排小声议论，听说这老头是被校长踢过来的，连历史都教不好，还能教什么政治？我爸说了，这种老教师就是学校的累赘，早该清理了。方维国没有理会这些议论，而是在黑板上写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几个大字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学习。老师，后排一个染着黄毛的男生举手，我有个问题，你说这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用？现在还流行这个吗？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。方维国放下粉笔，认真地看着那个学生。很好的问题，马克思说过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。改变世界？黄毛男生不屑地笑了。老师，你改变过什么？52岁了，还在这里教书，1个月能挣几千块钱。教室里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看着方维国。方维国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淡淡地说，改变世界不一定要轰轰烈烈，有时候改变一个学生的想法，就已经改变了世界的一小部分。黄毛男生愣了愣，没有再说话。下课后，方维国收拾教案时，发现桌上放着一张小纸条。方老师，您别理他们，我们知道
您是好老师，麻烦接踵而至。第2周，林志华又找到了方维国。方老师，学校要调整办公室，你的那间独立办公室要让给年轻老师用。方维国抬头看着林志华，我的办公室，那里有我20年的教学资料。林志华摆摆手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那些老古董？现在都是电子化教学，你搬到教师办公室去，和其他老师一起办公。可是教师办公室已经很挤了，挤。林志华的声音提高了8度。方老师，你觉得挤？那学校还供你一个人用独立办公室，这合理吗？别的老师怎么想？方维国知道再争辩下去也没有意义，只能点头同意。当天下午，他开始搬办公室。20年来积累的教学资料装了整整10几个纸箱，有些发黄的教案见证了他在这个学校的每一个春秋。年轻的语文老师刘萌萌看不下去了，主动过来帮忙。方老师，校长这样做太过分了。方维国摇摇头，小刘，别说这些话，大家都不容易。可是您在这里教了20年，这样对您不公平。公平？方维国苦笑一声，小刘，你还年轻，以后会明白的。有些事情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。搬完办公室，已经是晚上8点了。方维国最后一次回到那间空荡荡的办公室，看着墙上还残留的钉子印记，那里曾经挂着他的各种荣誉证书和学生们送的小礼物。他掏出手机，给妻子发了条信息：今晚回去晚点，学校有事。妻子很快回复：注意身体，别太累了。看着妻子的关心，方维国的眼眶有些湿润。这20年来，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妻子自己在学校遇到的这些委屈。他不想让家人担心。新的办公室在教学楼的2楼，是一间大开间，里面坐着8个老师。方维国的位置被安排在最角落，紧挨着窗户。刚坐下，旁边的数学老师王建华就小声说：老方，你怎么惹到校长了？他最近老是针对你。方维国摇摇头，没什么，可能是我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了。跟不上时代？王建华愤愤不平，你教的那些学生哪个不夸你？上次高考，你们班的历史平均分全校第1。正说着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，林志华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教务主任张丽。方老师，林志华直接走到方维国面前，我需要和你谈谈课时安排的问题。办公室里其他老师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，气氛变得紧张起来。从这个月开始，你的政治课也要减少。学校决定让年轻老师多承担一些教学任务。林志华说话的时候，目光在办公室里其他老师身上扫过，毕竟年轻老师的教学方法更先进，更符合现代教育理念。方维国放下手中的笔，那我教什么？班主任工作。林志华得意地笑了。高1、7班，全校最难管的班级，正好考验一下你的教育水平。高1、7班，办公室里的老师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那个班级可是出了名的难管，前任班主任因为压力太大，已经申请调到别的学校去了。校长，王建华忍不住说话了。高1、7班连年轻老师都……王老师，林志华打断了他的话，你是在质疑学校的决定吗？王建华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方维国站起身，我接受，很好。林志华满意地点点头，希望方老师能够胜任这个工作。如果管不好，学校只能考虑其他的安排了。说完，林志华带着张丽离开了办公室。
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，然后王建华愤怒地拍了拍桌子：“这个林志华简直是在故意整人！”老王，别说了。方维国劝道：“被听到不好。”不好什么？王建华压低声音，但依然很激动。老方，他这样搞你，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方维国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：“王老师，有些事情急不得。高一7班50个学生，个个都是问题学生。第一天当班主任，方维国就见识到了这个班级的威力。早自习时间，教室里乱成一团，有的学生在打牌，有的在睡觉，有的在吃早餐，还有几个在教室后面踢毽子。”方维国走进教室，拍了拍讲台：“同学们，我是你们的新班主任方维国。”台下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。又换班主任了，一个胖胖的男生大声说道：“这学期已经第3个了吧？老头，你能坚持几天啊？”一个女生挑衅地问道。方维国没有生气，而是走到那个女生面前：“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关你什么事？”女生翻了个白眼：“我是你们的班主任，当然关我的事。”方维国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。女生被他的眼神震慑住了，小声说：“赵小雨。”“很好，赵小雨同学。”方维国点点头。“现在请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早自习时间不学习？学什么？”赵小雨恢复了刚才的嚣张：“反正我们这个班都是垃圾，老师们都看不起我们。”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，所有学生都看着方维国，等着看他的反应。方维国走到黑板前，拿起粉笔，工工整整地写下一句话：“没有教不好的学生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。同学们。”他转身面对全班：“我不知道之前的老师是怎么看你们的，但在我眼里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成为优秀学生的潜力。别装了。”后排一个男生站起来：“我们都知道，学校把我们当垃圾，把你也当垃圾，要不然怎么会让你来管我们？”这句话像一把利剑，直插方维国的心里，但他脸上的表情依然平静。“你说的对。”方维国点点头：“学校确实把我当垃圾了。”学生们愣住了，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地承认。但是方维国继续说道：“即使是垃圾，我们也要做最有价值的垃圾。”教室里爆发出一阵笑声，但这次的笑声不再是嘲讽，而是带着一丝认同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方维国全身心地投入到班主任工作中。每天早上6点半，他就到教室督促学生早读。中午，他陪学生一起吃饭，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。晚自习，他一直守到9点半才离开。最难管的学生是张浩，一个16岁的男孩，父母离异，跟着奶奶生活。他几乎每天都会找各种理由闹事。这天下午，张浩又在课堂上和任课老师发生了冲突。方老师，这个学生没法教了。英语老师气得脸通红。他在课堂上睡觉也就算了，还影响其他同学。方维国把张浩叫到办公室：“张浩，为什么又睡觉？累了不能睡吗？”张浩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昨晚干什么去了？打游戏，打到几点？凌晨3点。”方维国看着眼前这个孩子，心里涌起一阵心疼。他知道这个孩子其实是在用叛逆来掩饰内心的脆弱。“张浩，你知道你奶奶每天几点起床给你做早饭吗？”张浩愣了一下：“不知道。5点半。”方维国说道：“昨天我去家访，你奶奶告诉我的。她说你小时候最爱吃她做的小笼包，所以每天都要早起和面。”张浩的眼神开始闪躲，
你奶奶今年73岁了，有严重的关节炎，每天早上起来和面，手都疼得发抖。但她说，只要你能好好上学，她多辛苦都愿意。别说了。张浩突然站起来，眼睛红了。我不想听这些。张浩，方维国的声音很轻，奶奶不会陪你一辈子，总有一天，你要自己面对这个世界。到那时，你拿什么来保护她？张浩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唰地流了下来。从那天开始，张浩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虽然偶尔还会犯错，但再也没有在课堂上睡觉了。正当方维国在班主任工作上渐入佳境时，林志华又来找麻烦了。这次他的理由是教学质量问题。方老师，我们收到了一些家长的投诉。林志华拿着一份材料坐在方维国对面，说你在班级管理上过于严格，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。方维国皱了皱眉，哪个家长投诉的？这个我不能告诉你，要保护家长的隐私。林志华得意地笑了。总之，学校决定从下个月开始取消你的班主任职务。取消班主任职务？方维国有些意外。那我做什么？学校给你安排了新的工作。林志华故意停顿了一下，管理学校图书馆。图书馆？那基本上就是被边缘化了。校长，我想问一下。方维国努力保持平静，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？方老师，你在学校20年了，应该懂得识时务吧？林志华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方维国。现在是年轻人的时代，你们这些老教师就应该知道适时退出。适时退出？方维国也站了起来。校长，我今年才52岁，距离退休还有8年。8年？林志华冷笑。方老师，你觉得你还能在这里待8年吗？这句话说得很明白了，林志华就是要逼他主动辞职。方维国深深地看了林志华一眼，最终还是点了头。我服从学校安排。消息传出后，高1、7班的学生们炸了锅。凭什么撤掉方老师？张浩第一个站起来反对。自从方老师来了，我们班的成绩提高了多少？校长不知道吗？就是。赵小雨也愤愤不平。方老师对我们这么好，校长凭什么这样对他？学生们决定去找校长理论。50个学生浩浩荡荡地来到校长办公室门口。林校长，我们要求继续让方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。张浩代表全班同学说话。林志华看到这么多学生，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闹事吗？我们没有闹事，我们只是希望方老师能继续教我们。赵小雨大声说道。荒唐！林志华拍了拍桌子。学校的人事安排什么时候轮到学生来决定了？你们现在立刻回教室，否则全部记大过。记就记。张浩毫不畏惧，反正你们都看不起我们。对，大不了我们不读了。其他学生也跟着喊。林志华气得脸都绿了。反了，反了！保卫科，把这些学生都带走。正在这时，方维国匆匆赶来了。同学们，都回教室去。方维国的声音严厉起来。方老师，我们是为了您。张浩想要解释。回教室。方维国的语气不容置疑。立刻！学生们从来没有见过方维国这么严厉，只能不甘心地散去。等学生们都走了，林志华得意地看着方维国。怎么样？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学生？连基本的纪律都不懂。方维国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转身离开。图书馆的工作很清闲，每天就是整理书籍，登记借阅记录。方维国坐在安静的图书馆里，看着窗外来来往往的师生，
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涩。20年了，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教师，变成了现在这个被边缘化的老头子。这天下午，高3、2班的李小文来图书馆借书。方老师看到方维国，李小文眼睛一亮：“您怎么在这里？”“我现在负责图书馆的工作。”方维国勉强笑了笑。“图书馆？”李小文愣住了。“可是您不是应该在教历史吗？我们都很想念您的课。”“小文。”方维国摇摇头：“你们现在高3了，要专心准备高考，别想这些了。”“可是方老师，新来的历史老师讲的一点都不好，同学们都说还是您讲的好。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教学方法，你们要适应。”方维国打断了他的话。李小文看着方维国，眼圈红了。“方老师，您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”方维国心里一暖，但还是摇头：“没有，老师很好，你快去学习吧，高考要紧。”李小文不甘心地离开了，但他心里已经有了决定。几天后，一份联名信送到了教育局，信是高3、2班全体学生写的，内容是要求让方维国老师重新回到讲台。信中详细描述了方维国的教学水平和师德师风，同时也反映了校长林志华的一些不当行为。教育局很快派人来学校调查。林志华得知消息后，暴跳如雷，他直接冲到图书馆找方维国。“方维国！”林志华怒气冲冲地推开图书馆的门：“你搞的好事！”方维国正在整理书籍，抬头看着林志华：“校长，你说什么？别装了。”林志华走到方维国面前：“学生写联名信告我，不是你指使的是什么？”“我不知道什么联名信。”方维国平静地说道。“还狡辩！”林志华气得脸都红了。“方维国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有学生帮你说话就能翻身。我是校长，我说了算。校长，请你冷静一点。”方维国依然很平静。“冷静？”林志华冷笑。“方维国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学校决定开除你。”“开除？”方维国终于有了反应。“凭什么？凭什么？”林志华得意地笑了。“就凭你挑唆学生闹事，破坏学校正常教学秩序。”“我没有挑唆任何人。”“没有？那学生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内情？”林志华步步紧逼。“方维国，识相的话就主动辞职，我还能给你留点面子，否则被开除的话，你的档案上会留下污点，以后别想在任何学校工作。”方维国看着眼前这个趾高气昂的校长，心中涌起一阵悲凉。“给我3天时间考虑。”方维国最终说道。“3天？”林志华摆摆手：“不用3天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答案。”“方维国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不用来学校了。”说完，林志华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图书馆，留下方维国一个人站在书架间，脸色苍白。第2天上午，开学典礼如期举行。全校师生齐聚在大礼堂里，林志华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站在主席台上，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。“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！”林志华拿着话筒，声音洪亮：“在新学期开始之际，我有一个重要的决定要宣布。”台下一片寂静，大家都看着台上的校长。为了学校的长远发展，为了合理配置教育资源，经过慎重考虑，学校决定。林志华故意停顿了一下，扫视全场，开除52岁老教师方维国。台下顿时一片哗然，学生们纷纷交头接耳。“大家不要惊讶。”林志华继续说道，“这是学校的正确决定。方维国老师年龄偏大，教学方法陈旧，
已经不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，开除他。每年可以为学校节省8万元的工资和各项福利支出，这笔钱我们可以用来改善教学设施，或者聘请更优秀的年轻教师。高3、2班的学生们脸色都变了，李小文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。高1、7班那边，张浩腾地站起来，大声喊道：“凭什么开除方老师？坐下！”林志华瞪了张浩一眼，这是学校的决定，不容置疑，不公平。赵小雨也站起来，方老师是好老师。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议论，整个礼堂变得嘈杂起来。林志华拍了拍话筒：“安静，都安静。”就在这时，坐在教师席最后一排的方维国缓缓站了起来。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衬衫，脸色平静，目光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，直直地看着台上的林志华。整个礼堂渐渐安静下来，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52岁的老教师身上。林校长，方维国的声音不高不低，但在安静的礼堂里显得格外清晰。我想说几句话，方老师。林志华脸上带着虚假的笑容：“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是想感谢学校这20年来的栽培？”台下传来一阵轻微的嘘声。方维国摇摇头，目光依然看着林志华。我想说的是，他停顿了一下，环视了一圈台下的师生，最后目光又回到林志华身上，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不可置信的话。林校长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身体开始微微颤抖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，眼珠子瞪得滚圆，仿佛见了鬼一样盯着方维国，整个人如遭雷击般呆立在台上。林校长，恐怕真正要离职的人是你。这句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整个礼堂瞬间鸦雀无声。方维国掏出一部很少使用的手机，这部手机看起来很普通，但方维国拿着它时，神态却变得庄重起来。他拨通了一个号码，电话很快接通了。方维国对着话筒说道：“我是方维国，明德中学这边需要处理一下。”方厅长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惊讶的声音，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礼堂里，坐在前排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您不是在明德中学当老师吗？出什么事了？厅长2个字如同晴天霹雳，瞬间击中了林志华。我马上过来。电话那头的声音继续传来，清晰地传遍整个礼堂。方维国点点头：“好的，王局长，我在学校等你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整个礼堂依然安静的可怕，落针可闻。所有人都傻眼了，包括台下的老师们。王建华张大嘴巴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方维国。方老师。林志华的声音开始颤抖：“您是？”方维国没有回答，而是看向台下的学生们：“同学们，对不起，这20年来，老师对你们隐瞒了身份。”高3、2班的李小文呆呆地看着方维国，眼睛里满是困惑。高1、7班的张浩也愣住了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那个每天和他们一起吃饭、一起聊天的方老师，竟然有着这样的身份。我叫方维国，现任省教育厅副厅长。方维国的声音平静而清晰。20年前，我主动申请到基层学校体验教学，了解真实的教育情况。这20年来，我一直以普通教师的身份在这里工作。台下爆发出一阵轻微的议论声，但很快又安静下来。林志华的腿开始发软，他扶着讲台，努力让自己站稳。方厅长，我不知道您的身份。林志华的声音几乎是在哀求。不知道。
方维国走向主席台，每一步都走得很稳。林校长，你刚才不是说要开除我吗？林志华说不出话来。方维国走上主席台，站在话筒前，同学们、老师们，我想和大家说明一下情况。全场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屏息等待着。20年前，我作为教育厅的工作人员，深感对基层教育了解不够，于是我主动申请到明德中学任教，以普通教师的身份体验真实的教育环境。这20年来，我见证了教育的发展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。有些管理者把学校当成自己的私人领地，有些人把教育当成赚钱的工具，有些人对老教师缺乏基本的尊重。说到这里，方维国的目光看向林志华。林志华已经瘫坐在椅子上，脸色如死灰。当然，我也遇到了很多好学生、好同事，他们让我看到了教育的希望。正说着，礼堂后门被推开了，一群人快步走了进来。为首的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子，穿着深色西装，神情严肃。他就是省教育局局长王书记。维国，王书记快步走向主席台。你怎么样？没受什么委屈吧？方维国摇摇头。王局长，我很好。王书记的目光扫过台下，最后落在瘫坐在椅子上的林志华身上。这位就是林志华校长。林志华努力站起来，腿还在发抖。王局长，我是林志华。很好。王书记的声音很冷。林校长，我们需要和你谈谈。跟着王书记来的还有教育局的纪检干部和几个工作人员。根据我们收到的举报材料以及这段时间的调查，王书记拿出一份厚厚的文件。林志华同志在担任明德中学校长期间，存在多项违纪违规行为。第一，挪用学校建设资金50万元用于个人投资。第二，在教师人事安排中搞一言堂，打击报复。第三，收受家长红包礼金累计15万元。第四，在学校采购中收取回扣。随着王书记一条一条地念出来，林志华的脸色越来越白。这些都是误会。林志华想要辩解。误会？王书记冷笑。我们有详细的证据，包括银行转账记录、录音录像、证人证言。林志华，你现在被停职接受调查，请配合我们的工作。2个纪检干部走向林志华。林志华彻底瘫软了。台下的师生们看着这一幕，都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处理完林志华的事情后，王书记转向台下的师生：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对于明德中学出现的问题，教育局深表歉意，我们会立即着手整改，确保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。至于方维国同志，王书记看向方维国，教育厅决定，你可以选择回到厅里工作，也可以继续留在学校。方维国思考了一下，王局长，我想继续留在学校，但不再隐瞒身份。为什么？王书记有些意外。因为我发现，要真正了解教育、改善教育，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。方维国看向台下的学生们，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，推动基层教育的改革。台下响起了掌声，先是零星的几声，然后越来越热烈。高1、7班的张浩第一个站起来鼓掌，眼里含着泪水。赵小雨也站了起来，然后是全班同学，接着是全校师生，掌声经久不息。典礼结束后，学生们围住了方维国。方老师，您真的是副厅长？李小文还是有些不敢相信。是的，方维国点点头。但在你们面前，
我永远是你们的方老师。那你以后还教我们吗？张浩急切地问道。当然，方维国笑了，我会继续当老师，同时也会推动整个教育系统的改革。方老师，赵小雨小声问道，您为什么要隐瞒身份这么多年？方维国想了想，因为只有真正站在讲台上，才能知道教育的真相，只有和学生们朝夕相处，才能了解你们真正需要什么。那您受了那么多委屈，李小文心疼地说，不是委屈，是收获。方维国摇摇头，这20年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，什么是真正的师生情。1个月后，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基层教育改革的指导意见，其中许多条款都来自方维国这20年的观察和思考。明德中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新的校长是一位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，学校的各项制度都得到了完善。方维国继续在学校任教，但现在他有了新的身份，省教育厅驻明德中学教育改革试点负责人。他依然每天早早来到学校，依然和学生们一起吃饭聊天，依然在课堂上激情澎湃地讲课。不同的是，现在没有人敢再小瞧这个52岁的老教师了。半年后的一个下午，方维国在高1、7班上历史课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学习戊戌变法。方维国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大字，有谁知道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？张浩举手，因为守旧势力太强大。对，但不全面。方维国点点头。更重要的是，改革者脱离了基层，不了解真实情况。那怎样才能成功改革呢？赵小雨问道。方维国看着台下这些熟悉的面孔，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要深入基层，了解实情，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，就像方老师您一样。李小文笑着说道。对，方维国也笑了，就像老师一样，改革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纸上谈兵，而是要真正走到基层，了解基层，改变基层。下课铃响了，但没有一个学生起身离开。方老师，张浩站起来，谢谢您一直没有放弃我们，谢谢您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坚持和担当。赵小雨也站了起来，很快全班同学都站了起来，向方维国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方维国看着眼前这些孩子，眼眶有些湿润。这20年的隐忍和坚持，这20年的委屈和磨砺，在这一刻都得到了最好的回报。他知道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在什么岗位上，他都不会忘记这些孩子，不会忘记这个讲台，不会忘记自己的初心。教育改革的路还很长，但他相信，只要有像这些孩子一样的希望，只要有像他一样坚持理想的人，教育就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方维国重新走向黑板，在上面写下了一句话：教育的本质是点燃火焰，而不是灌满水桶。然后他转身面对学生们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这个52岁的老教师，这个省教育厅的副厅长，这个用20年时间诠释了什么叫师者风范的人，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。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讲台上，洒在这个普通而又不普通的老师身上，也洒在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希望之上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